关注大度，也白富。进。杜总，今年天选测不测？不测，大下巴不想测。但是今年换成16:10喽。看过我去年天选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哪儿都满意，就一个点，大下巴。而手边的这台天选5 Pro 锐龙版，嘿嘿，除了它的下巴改成了我最喜欢的模样以外啊，还有很多细节的提升，可能大家都不清楚哈。就我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我觉得这台天选5 Pro 锐龙版应该是今年上市的游戏本里面优化改进最大的一台。第一，外观、屏幕、外设、接口和重量，它的 A 面还是和上一代一样啊，继续保持这个天青色等烟雨的设计，在以黑白为主旋律的笔记本中，辨识度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它的质感真的是爆好啊！我每次在拆这个天选的盒子的时候，都会不由得感叹。哇！不过呢，我有一个小的建议啊，就是硕子哥，能否出一个就是真纯白色的版本，把这个玩意儿也改成白色的？这样子的话，其他的友商也不至于一些纯白色的机器啊，定一些很离谱的价格。我说的是谁？我觉得你们应该懂的都懂。然后它的壁面啊，你们现在先不要跟我说什么啊，16:9更适合玩游戏，这些你就摸着你的良心，然后看着它，你就说好不好看吧。哎，我之前还专门去闲鱼找过那种16:9改16:10的野鸡方案啊，现在官方终于自己出了，我他妈爆哭！它的下巴非常窄的同时，左右巴依旧保持了极窄的水准，上巴同样很窄，但是中间插了个上刘海啊。摄像头的画质如下，又要做饭了，兄弟们！虽然我一直都不喜欢上刘海，但我也不得不说，天选5 Pro 的整个壁面已经好看到了可以让我暂时忘却这个刘海。满分5分的话，你觉得这个壁面你可以打几分呢？然后它的屏幕素质也比上代有了提升，参数我打在旁边，比例换成了16:10，加上亮度提升到了400尼特以后，属于就是那种日常的游戏啊、工作、剪辑、修图啥的都可以用的万金油屏幕了。除非你真的是那种天天抵着大太阳下面用电脑的，这块屏幕就完全够用了。C 面依旧保持了上一代的设计，不过它的涂层要更加的细腻一点啊，我个人觉得摸着确实会更有质感。粘指纹的问题也被白色直接干掉，完美的通过了我设置的极为严苛的在笔记本面前吃粉的测试。新疆炒米粉。键盘布局和上代是一毛一样的，优点呢是有小键盘以及上方的4枚用了就回不去的自定义按键，槽点呢是方向键不是全尺寸的，需要适应一下。整个键程有1.7毫米，回弹非常的有韧劲啊，而且它的声音绝对是室友会喜欢的类型。触摸板面积中规中矩，滑动时指尖的触感非常舒适，按压的声音扎实且不吵，一听就知道下了成本的，综合体验很不错。地面的设计一直是华硕系本子区别于其他品牌机器的地方，机器的脚垫呀、进风口啊这些都有一些小心思在里面。不管你吃不吃这套啊，这个天选5 Pro 的地壳的设计，在其他的本子里面，你真的很难找到第二家。接口部分，2A 2C， 一个 HDMI 2.1，一个RJ45网口，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数量呢中规中矩吧。我觉得要是可以在右侧加个 SD 卡槽的话，那真的就完美了，求求你了，硕子哥！机器的重量这次还是很惊喜的，换成了 HX 处理器以后，并没有增重太多啊，只比上一代重了100克左右。在我测试过的游戏本里面，除了天选4，还是它最轻。适配器是280瓦的，重量777克，加起来旅行重量有3000克，如果女生背起来可能会比较费劲啊。第二，性能，天选5 Pro 锐龙版的这颗 AMD 的 R97940HX 在 R23 测试里面，单核得分1871分，多核则达到了丧心病狂的34264分啊，直接拉爆了我测试过的英特尔阵营的所有机器，牛逼！
Ability Dimes by 测试显卡拿到了13375分，比我测试过的另外一台4070的本子高了8%，我估计是增强模式默认超频的成果。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原厂超频就放进它的默认模式的，因为既然官方已经把这个放进了默认模式，那就意味着像我们自己手动超频的那些风险啥的就不需要再去承担了。我觉得对于小白还有像我这种懒狗是非常棒的。单烤 FPU 15分钟 ，CPU 的功耗稳定在102瓦左右，单烤显卡15分钟可以稳定在140瓦左右，双烤 CPU 功耗56瓦，显卡115瓦，总共171瓦，并且保持得很稳啊。双烤时候键盘的温度控制极其优秀，最热处在 F7 处，温度仅有37.4度，再加上它的键盘很好用，属于是不外接键盘也是很好用的一档了啊！天啊！37度，噪音控制就没有温度控制那么好了。人耳位置测试在50分贝左右，和我测试过的其他机器也是差不多的。游戏部分，赛博朋克2077全高特效，光追次高 ，DLSS 次高 ，2K 能够跑到63帧，比一众4060的机器高了20%左右，比之前测试的4070本子高了14%。地平线5全高特效，高光追不开 DLSS，2K 可以跑到81帧，略弱于另外一台40机器3%。CSR 的测试呢，因为目前还没有开放那个基准测试图，所以说我还是采取打实战来看那个实时帧率的形式来测试。2K 分辨率全高特效，在激烈枪战时在200帧左右徘徊。这个游戏不需要多操心啊，165赫兹的屏幕随便跑满，丝滑的一比。英雄联盟最高大致花乱斗，我先给你们看看我测过的其他4060和70的机器，在2K 分辨率，它们大多数都是跑在200帧左右的，而这台机器直接领先了1倍。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不相信的，然后我就背着婷姐又多打了几把来测试，几乎都是在400帧以上，只能用玄学来解释了。有懂的老哥可以解释一下，为啥有这么大区别吗？稍微多说一句，因为这台机器它出厂是给的单条16G 的第5内存。如果你把它扩展到32G 的话，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概刚才的那些测试的数据啥的，还可以再提升个3%到5%左右。然后生产力部分，我再次强调一下，平时我只用 PR 剪辑视频以及 Lightroom 来修图，而这颗7940HX 的多核性能非常的炸裂，以至于剪辑我用索尼A7M4 拍摄的 4K 60帧10比特422的素材，很少遇到卡顿。用 Lightroom 对104张2400元像素的 RAW 格式原图进行调色，也是丝滑的一笔呀。但是还是要再次强调，因为16G 的内存，如果你去做大项目的话，还是会偶尔遇到卡顿的情况，所以扩展到32G，它的综合体验还可以好上一大截。用 PR 导出一个5分30秒的 4K 40兆码流的视频，耗时217秒。Lightroom 导出104张调好色的 JPG 图片，耗时140秒。第三，扩展和续航，单条16G 的内存跑分如图。硕子哥终于听劝了我觉得现在只要是出厂预制单条16G 第5的厂家，我都会给你一个爆赞，因为现在第5它本来单条就是走的双通道，而我自己只需要再花300块钱左右就可以很完美的扩展到32G。天啊，以前的那些机器每一次我都要买2条16G 的，然后换下来2条8G，真的很难处理啊。硬盘给的是1T 的西数 SN560 PCIe 4.0的固态，跑分呢如图，中规中矩就不多说了。续航部分，我开启了安静模式，关闭读显，日常写稿、查资料、上网这些轻复杂应用，居然可以坚持335分钟。在我测试过的16寸游戏本里面，只有天选4能一战。本来我以为用上了 HX 的处理器以后，那个续航肯定会尿崩的嘛，对吧？毕竟那么高的功耗。但这台机器就实话实说，电池还是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惊喜。所以现在我越来越期待 ROG 的幻16 Air 那台机器用上 Ultra 处理器加90瓦时的电池，续航能有多强了。然后小小的剧透一下，你们现在可以点一个关注，因为那台机器第四，总结，这天选Pro 锐龙版在外观、屏幕、性能、续航、散热这些部分的表现，都让我这个对电脑比较挑剔的人都挑不出啥大的毛病。在做视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的价格，不过呢，从酷睿版的定价来看，硕子哥的定价还是比较务实的。OK， 兄弟们，刚刚收到一个消息，它的4060版本现在在京东应该是有预售了的哈。然后白色呢这款是8299。黑色是7999，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如何？所以呢，我现在只想对硕子哥
说一句，哎，大哥，你真的要是早一点，去年就掏出这个究极体的天选的话，某一些厂商也不至于去瞎定一些狂到不行的价格。另外呢，就是要提一下4070的笔记本，很多人都私信我买，我说我不建议，因为之前的那台4070的笔记本，综合对比4060的机器，可能是在10%左右的一个提升哈，我觉得完全不值那个1-2千块钱的差价，但是。这台机器它相比4060达到了20%的一个我个人认为的甜蜜点的提升的值，所以如果价格不是很离谱，贵的不是太多的话，是完全可以纳入考虑范围的。OK， 这就是我对这台天选 Pro 锐龙版的使用体验了哈。顺便跟大家说一句，我今年的笔记本视频，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的笔记本很多都是配置常规更新，还有很多都是挤牙膏式的更新，对吧？我今年的重心可能就是放在像类似这种模具也换了，对吧？配置也更新了的机器，可能更多是做这种内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然后就是你们还想看我去测什么样的机器，欢迎打在弹幕上或者是评论区，我去卖钩子的把这些机器搞来给大家评评的。OK，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消息，记得看技术马视频前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图，一夜暴富，Peace。